好，那我们来继续。对于局域网的特点和常用设备，对于我们的网络来说，通常呢，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大家在家里面接触到的都叫做局域网。局域网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速度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比如说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无论你是有线的网络是10兆是100兆的还是1000兆的，对吧？这个速度都是比较快的。甚至于你现在用无线网络那么可能大家接触到的最低应该是54兆的，然后有150兆的，有300兆的有各种无线的设备。无线的速度现在看起来比一部分有线的100兆的还要快一些，是吧？这个其实不能那么去比但是呢，无论如何，它的标称值都是这个很高的一个速度。那么你想想看，你的广域网连接可以有这么高的速度吗？你家的宽带，对吧？一个月可能100多块钱，就算是我国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这种宽带提速工作了，是不是也就是个10兆或者是8兆可能有的同学可能是20兆，对吧？那么在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局域网设备的特点。局域网的特点它局域网的特点就是速度高局域网的特点是速度高。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局域网的特点是距离短这两个是最主要的。第一个是距离短，第二个是速度高，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因为局域网我们可以控制，而且你家里不会大到好几公里吧就180米差不多就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距离短，并且呢传输速度高是非常好的。然后还有两个特点，一个叫做延时小，一个叫做传输可靠一个叫做延时小，就是说通信的时间延迟是比较小的然后传输可靠性是比较高的那么可靠性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在广域网上体现的比较严重。现在的宽带呢好多了对于我们以前来说以前的宽带，特别是用 modem 直接去拨号，用电话线拨号的那种宽带来说，那么传输的可靠性其实还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的。所以说呢，这个局域网的一个特点是距离短、延迟小、速度高、可靠这是局域网的特点。大家都应该听说过，网线只能走100米。你的这个无线设备其实离你的那个无线，就是你家里的无线设备离你的那个无线路由器不能太远，对吧？你至少你在楼上你比如说你家住楼房3楼也好，几楼也好，你就算把那个无线路由器放在窗户边上，你下楼你跑到楼下去，你可能也不会有特别好的一个信号的一个传递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里边它的距离是非常短的。那么在局域网里面有哪些设备是我们常用的设备呢？第一个呢，其实并不常用了，现在这个叫做 Hub 在很久以前，大概是05年之前，可能我们还能买到这个设备，现在已经基本上买不到了。Hub 这个设备它是一个局域网的设备，经常呢我们会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些简单的网络的连接。第二个设备呢叫做交换机这个是我们常用的现在呢基本上大家能够买到的也都是这样的一些设备了就算是你自己家里去几十块钱或者是180块钱去买的一个东西买的一个交换机，它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交换机了交换设备了。这两个呢通常被我们用来组建局域网，就是电脑和电脑之间的互联，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如果是有无线设备的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无线路由器那个东西呢通常呢我们管无线的部分呢叫 AP叫做 access point， 叫做接入点就是类似于家里的无线路由器，提供无线接入功能的，这个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常见。那么在于局域网还有一个设备叫做路由器，这个设备呢是用来我们将局域网和广域网，也就是说将你自己的网络和 Internet 接起来的这么一个区域这么一个设备。那么对于这个设备来说它在我们的网络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说你们在家里面买到的一般都叫做无线路由器，对吧？我们在家里面买到的都叫做无线路由器，什么什么什么牌子。那么在这个里边那个东西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是连接你的家里边的局域网和运营商这个广域网。那么对于交换机来说，你说你那个无线路由器上有几个接口其实我们一般买到的无线路由器是这样的，这边有一组接口一般的情况下是4个，然后这边有一个接口，这个叫做 WAN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蓝色的，那么
对于这4个接口呢，它叫做 LAN 啊，一般它是另外一个颜色的，对吧？啊，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然后呢，这儿有一根无线的天线啊，甚至于比如说前2天我买了一个有6个天线，啊，我前2天买那个有6个天线，啊，那么无论是多少个天线，那么这个天线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接入。那么对于这个 LAN 这几个接口，一般是4个啊，有可能有8个的，有6个的。对于 LAN 这几个接口，其实它们就是一个交换机，而对于 WAN 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路由器上的一个接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多合一的，就是我们一般买到的家用的无线路由器是一个多合一的。但是由于路由器的功能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它叫做路由器啊，没有叫做交换机。局域网内基本上就这几个。如果你到商用的网络里面，或者说一个公司的网络里面，很有可能我们还会接触到第4个设备，就是防火墙。啊，防火墙长得呢跟路由器很类似，啊，长得跟路由器很类似，也是这么一个设备，然后上面有几个接口啊，但是它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一样的，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啊，那个东西叫做防火墙。好，下面我们来看网络世界的规则。我们知道了这个网络该怎么去建设，对吧？然后呢，我们如果说把线也连好了，我们也买了设备了，所有的线缆都通了，那么灯也都亮了，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交换数据了吗？你就能把数据发给我了吗？不见得。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网络世界的一个规则，或者说我们说的通信规则。那么在这个里边来说，通信规则指的是什么呢？通信规则就在我们这儿指的就叫做标准协议，啊，在我们这儿就指的是标准协议。你和我想要通信，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套通信的标准。这个其实跟我们平时去进行一个交流和通信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讲课，其实我们是有标准的，我们是在交流，我们是在做信息交流，对吧？那么其实这里面是有标准的，什么标准？最简单的一点，我要给大家说普通话，这个普通话就叫做标准，对吧？或者说我说中文，啊，我说标准中文，那么意思就是以普通话描述的一个中文的东西，对吧？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标准，可能大家平时觉得这个东西无所谓了，比如说你给我写一封信。那么可能我们也都是用普通话啊，或者说用中文来描写，当然不可能说了，啊，用中文来写，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用一些这个其他的文字，对吧？这个不见得我能认识。你要说英语还好啊，你要用英文的话还好，你要用日文呐、韩文呐，这个东西我就真不认识了。所以说在这里边，任何设备之间的通信都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叫做协议，叫做通信协议。目前大家能够了解的、耳熟能详的最主要的协议是什么呢？是 TCP/IP 这个协议。大家能够理解的啊，或者说能够平时接触到的最标准的就是 TCP/IP 这个协议。没有 TCP/IP 协议是没有办法工作的，啊，你是没有办法通信的。那比如说这个人不认字，你让他说你给我写封信，是吧？这个事儿就不靠谱了。啊，所以说在这里边啊，标准是要有的。那么我们的通信标准分为2类，一类叫做什么呢？一类叫做事实的，一类叫做法定的。事实标准就是什么呢？事实标准是这样，没有经过任何的官方组织或者说一些团体的承认，但是呢已经被广泛的所使用了，那么这种方式，这个标准就叫做事实标准。啊，就叫做事实标准，已经被大家都接受了，那么这个标准就叫做事实标准。啊，那么还有一种标准叫什么呢？叫做法定标准。什么叫法定标准？就是由某些组织、机构或者某些官方所认可的一个标准，官方发布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就叫做法定标准。比如说在国内，我们的网络标准也有一部分啊，但是我们更多参照了就国际标准。那么比如说在国内有些东西我们都看到什么符合 GB 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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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标准，这个叫做国标，啊，就是符合一个中国标准。在中国这个东西就是法定标准，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标准，我是可以不让你销售的，这个产品我可以封存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对于很多东西来说，你符合了这个国标以后，那对于它没有定义的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事实标准，或者说是约定俗成的一个标准来完成。
那么对于标准，有人去定义，谁去定义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网络里面有这样多的组织啊，都跟我们有关系啊，但是最有关系的应该是 IETF。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这个东西啊，这个组织，他们定义了几乎所有的东西。就是所有的你看到的标准，在 ISO 几乎都可以看到一个类似的或者说一个定义，它定义的很宽泛，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大家接受到的最主要的就是在一些广告上写到的啊，我们企业对吧，有很多企业宣称我们通过了 ISO 9000呐，什么9001啊，一些什么管理认证，那些就是标准啊，那些就是标准。ISO 定义了很多东西，当然后面我们也看到一个网络层的一个网络部分的一个定义。第二个叫做 IEEE 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这个 IEEE 呢，有很多人啊，就是和 IETF， 他们两个是有很多人既兼着这个 IEEE 的协会的会员，又兼着这个 IETF 的会员，他们两个呢相互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啊，他们两个相互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啊，定义了一些这个电器啊电子上的一些标准。然后下面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叫做 ANSI。我个人认为这个其实就是在某些国家的一个叫做事实标准了。啊，就不是法定标准，而是事实标准了。为什么？因为它叫做美国国家标准局，就是在美国你要遵守它，但是美国管不着的地方，那么你可以不必要遵守它。但是由于美国在电子行业，或者说在我们这个通信行业，它走在了世界所有国家其他国家的前列，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它所制定出来的标准被大部分的国家所接受。那么这就是叫做一个在其他国家其实就是事实标准，它其实没有法律效力的，在美国可能会有。那么对于这个 ANSI 这个标准啊，我们常见的或者说你能够看到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数值是什么呢？有一个东西叫做 ANSI 流明，就是你们可以去买一些，就是你可以看参考买一个投影仪。啊，买一个投影的屏幕，或者说呢，你再去买一个我前一阵子见有一个什么手机支架的那种投影的东西，啊，就是好像几百块钱也不贵，说可以和手机连上，然后在宿舍里或者在一个小黑屋里面可以看一个光线比较暗的地方吧，可以看个大片啊什么的这种比较大的这个电影啊，可以投得很大。这些东西你去看，那么它都有一个对其亮度的描述，这个亮度的描述它一般以 ANSI 流明为单位。啊，这个 ANSI 流明很明显就是美国定义的标准。好，再往下 ，EIA、TIA 叫做电子工业协会。EIA 和 TIA 啊，这个协会呢，它跟我们有关系，但是呢，跟我们的关系不是特别的明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电子工业协会，它主要去定义的是一些线路或者说一些电路上面的一些东西。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网线的做法。啊，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网线的做法，比如说我们那个网线的标准做法叫 EIA-TIA， 然后它定义了一个叫做568A-B， 就是说它定义的那个叫做568A 或者568B， 啊，这是 EIA 和 TIA 定义的。当然，它还定义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可能接触的就不是特别多了。再往下看啊，叫做国际电联啊，这个叫做 ITU， 有的教材上啊，或者有的资料上写的，它叫做 ITU 减号 T 啊，其实是一样的。这个叫做国际电信联盟，叫做我们简称叫做国际电联。那么它呢，主要定义的是电信级别的这种标准啊，这个可能我们生活中真的接触不到啊，这个我们真的接触不到。它定义的是电信级别的一种标准。最后一个我们后面会经常谈到的叫做 Internet 工程任务委员会 IETF 啊，它定义的是什么呢？如何在 Internet 上，其实它最主要的定义是如何在 Internet 上更好的去运行。那么在这种过程下，在这种过程中，那么它其实定义了一些我们其他的，比如说局域网内啊有一些协议啊，有一些这个通信该怎么做啊，都是由 IETF 去定义的。好，我们下面主要来看 IETF。IETF 呢，它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有两种啊，它产生两种文件，一种呢叫做 draft 啊，我们叫做草案；另外一种呢叫做 RFC， 我们叫做请求注释啊，两种东西。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文件的生成呢，一般的情况下都会有一个 draft， 这个 draft 呢是任何人都可以提交的。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好的想法，那么我认为这个网络这一部分的网络通信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你可以写一篇论文啊，然后以 draft 的形式提交给这个 IETF 这个组织。那么你提交完了以后，当然要视你这个东西的重要程度和这个需要程度，然后呢，大家呢对于你这个东西啊，如果有人需求多了，大家对于你发上来的这个东西做一个审核，或者说大家做一个讨论。那么你这个是一个草案，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或者有你没想到的地方，然后大家呢会邀请你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大家一起做一个讨论啊，一起做一个讨论。然后一旦这个讨论开始了，那就说明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的。然后大家逐渐的将其规范下来，一旦将其规范下来，这个东西就会被称之为 RFC， 啊，叫做请求注释，啊，叫做请求注释。这个东西呢是正式的啊，由 IETF 正式去发布的，而且它每发布一个都会有存档，这个里面描述的是相当详细的。啊，一般的情况，它批准了以后，它的内容是不做变更的。啊，虽然说它叫做请求注释，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人去注释它，就是我们以它为一个正式的法定的，就是或者说我们认可的一个标准出现。然后如果这个功能有问题，或者说我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功能需要来完成，那么 OK， 我们对它去修订，一般对它的修订是直接再去提一个 draft， 将 draft 再度进行讨论，讨论成为一个新的 RFC， 然后视情况而定，有的时候会将原有的 RFC 废除，直接使用这个新的，而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将一些不完善的功能由新的 RFC 来补充。啊，这个是 IETF 所给出的2种标准的构架。好啊，这是我们这一部分基本的 IP 网络。